我穿越成了一个胖子，竟然还能被饿死！女儿，你还活着，老天保佑！哎呦，肚子好饿呀！快喝点汤，这是娘今天挖的野菜。什么玩意儿这么难喝？娘，你喝吧，我还能撑一段时间。娘虽然怀孕了，但还不饿。你爹和你哥3天前进山，现在还没回来，娘不能再失去你了。这个家不仅要断粮了，娘还怀着孕，父就还失踪了，这什么天不开局呀！这个你拿着，娘去田里看看有没有谁挖剩的红薯。不过都这样了，还能把家里唯一一口吃的留给我，在这几红年我还能吃得这么壮，看来一家人是真心疼我的。只是这家里一穷二白的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兑换商城系统已绑定，现开启部分兑换及购买功能。兑换商城系统，小米、大米、白面、菜子，这些都能买吗？宿主余额为0，请先使用物品兑换，可兑换物品将被标出。兑换，已兑换，粗瓷破碗1只，宿主余额0.5元。0.5元，小米5块钱1斤，那我能兑换1两小米吗？1两小米已发放。啊？哎，不错嘛，系统，雪中送炭呀！看看娘挖到了什么？糖糖，你手里的小米哪来的？娘，我刚在耗子洞里掏的。真的？我们糖糖真机灵，还能在老鼠洞挖到小米啊！来，给娘，娘一会儿给你熬米汤。娘，我们回来了！这父子俩咋弄成这样了？这父子俩进山找吃的，被猛兽袭击了，差点小命不保。娘，这就是爹和哥哥吗？怎么伤成这样？当家的，小叔，你们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人活着比啥都强。我们搭把手，一起把白哥先抬进屋里。来！娘，我们在山上碰上了一头野猪，那畜生凶得很。我们手上没有拿弓箭，本来想绕开走，可是爹说您怀着孕，妹妹经常吵着饿，于是他就拿着刀冲上去了。当家的，你怎么那么傻啊？本来这野猪是冲我来的，可是爹为了保护我，他就被野猪啃了腿，都是我没用。爹明明打不过野猪，却为了接你冒险。这个家虽然穷，可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保护彼此。哎，对了，商城系统里面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吗？列表中有医用纱布、抗生素、消炎药。太好了，有这些药，爹的腿一定能治好。得赶紧想办法兑换更多的钱。屋子里这堆破铜烂铁全兑换了，不过也就几块几毛钱，而且家里丢的东西肯定会被怀疑，我得出去看看。小叔，糖糖，照顾好你们爹，娘去请刘大夫过来。娘，我跟你一起去，爹现在需要营养，我去山上看看有没有什么野货菌子。不行，山上有野兽，你不能一个人去。对，你哥说的对，你不能一个人上山。我不上山，就在附近转转。哥，你别担心我，你刚背着爹从山上下来，好好休息就是。那你早点回来。虽然挖野菜赚的少了点儿，但总比没有强呀。还好有系统在，不然我真认不出这么多野菜呢。马齿苋每斤7元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少量各类野菜兑换2.8元，当前余额2.8元。只挖了这么一小会儿，就够买鸡蛋了。唉，不过太阳快下山了，还是先回家吧，不然家人该等急了。看来今天买不了消炎药了。系统全部兑换成鸡蛋。兑换。鸡蛋0.8元每个，余额0.4元。先回家。
明天在金山看看还有什么更值钱的东西。唉，伤口溃烂，我刚给他敷了点草药，但能不能好，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有条件给他吃点有营养的，有利于康复。我就先走了。刘大夫，谢谢您，我送您回去。不必了，按理说我也要吃饭，没有一针的心力。但是你们家这情况，这次就先赊着吧。若是，唉，就不收钱了，节哀顺变吧。诊费我们是一定要还的，还有刘大夫说的营养问题。娘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娘，妹妹，你先说。喏，鸡蛋，糖糖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在门口草垛子里捡的，许是那家丢蛋机架在那儿的，也找不着主人。我们糖糖真是幸运，许是上天眷顾我们家的情况，送来给爹补身体的。我去给你爹做鸡蛋糕。哥，你刚刚要说什么？小声点。其实我们最后把那野猪杀死，藏在山上树洞里了。等我缓过劲儿来，带你们一起背回来。野猪肉，说是能卖掉一些，肯定能买消炎药了。哦，他爹，张嘴。娘子，你吃，你怀着身子，我没事儿。你吃吧，大夫说你正长骨头呢，得吃点好的。爹，你吃吧，我和娘、哥哥都有。我一定要用系统多换些东西，让爹娘和哥哥都吃饱穿暖，再也不用为了一个鸡蛋而让来让去。我这便宜哥哥家明明前2天都断粮了，今天怎么又要出烟了？这2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准是有猫腻，跟上去看看。哥，这些野猪碎肉和牙齿都没用了吧？都扔了吧？扔了吧，占地方。我先送一趟，很快回来。糖糖，你先在这守着。下趟我送。行。系统兑换野猪碎肉和牙齿。野猪牙齿碎肉兑换32元，当前余额32.4元。太棒了，够给爹买1盒消炎药了。好啊，藏了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居然不跟我们说！小叔，你仗着奶奶偏心，天天来我们家打球风就罢了，现在我父亲躺在病床上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还想分他用命换来的野猪肉？别废话，见者有份儿！系统兑换小型播放器，直接给我调到狼叫，开到最大声，放到树洞里面。小型播放器每个30元，兑换成功，余额2.4元。狼来了！小叔，拉我一把，我跑不快呀！滚！你死肥婆，别这么逃命！系统，帮我好好放着，这可花了我30大洋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用。不过这剩下的野猪肉要是带回去，岂不说还得再辛苦好几趟，怎么存放也是个问题。倒不如兑换给系统，需要什么再从系统里买就行了。纯天然无公害野猪肉，每斤20元，是否兑换？兑换，兑换成功。兑换了这么多钱，让我想想买点什么好呢？哦，对了，首先是消炎药。消炎药每盒30元，是否兑换？兑换，兑换成功。这药可以按照剂量放在爹每天的饭里。让我想想，再买点什么呢？购买成功。糖糖，
这是哥，刚刚你不在，小叔来了，他要抢猪肉。小叔又来死缠烂打了是吧？糖糖，哥刚刚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。哥，我这体格就是跟他动手我也不怵。刚刚有个猎户学狼叫，把小叔吓跑了，还拿这些东西换我们的野猪肉，我看这东西都不错，就给他换了。哎，哥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这么多白米，哟，这盐也这么干净，这鸡这么壮实，猎户也太实在了吧！咱们可赚大发了呀！野猪肉一共兑换了1000多元，这些东西才不到200元，这下有好长时间不愁吃喝了。Yes。糖糖，咱们快走吧，让咱爹娘也高兴高兴。哥，等野鸡下蛋了，咱就孵小鸡，小鸡的生鸡蛋，咱们以后天天都有鸡蛋吃。你们回来了。爹娘，你们看，这是山鸡，还有米，还有盐，这哪这哪儿弄来的？弄来的？爹，是用半头野猪和一个猎户换的。那猎户真是好人啊！哎，吃的暂时不用发愁了，关键是现在地里边的麦苗啊，正是冒芽的时候，地里缺不得人呢。我这腿又伤了，哎呀！爹，有我在呢，你就放心在家养伤吧。咱们那块地啊，你得花大力气伺候，才能长出来东西。当年分家，你奶奶把好地都给了你小叔，咱们那块地不管是种什么，它就是不长东西。系统，安肥700元一袋，每袋100斤；磷肥200元一袋，每袋100斤；钾肥300元一袋，每袋100斤；复合肥150元一袋，每袋100斤。太好了！系统里的肥料不算贵，而且有好多不同的种类，应该能解决大部分的实际问题了吧？如果说今年庄稼再长不好，怕是又要挨饿。爹，说不定今年能有好收成呢。当家的，先养好身体再说。糖糖，跟娘去淘米。嗯，今晚吃猪肉粥。娘，我去劈柴火。这么白净的米，咱已经很久没吃过了。糖糖，今晚多吃点饭。娘，以后咱们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和肉。你这孩子净说傻话。这地也太贫瘠了，怪不得爹发愁。系统有什么推荐的肥料没？推荐宿主使用复合肥。那先花150块买100斤，这片地应该够用了。兑换成功。系统，这肥料怎么用呀？麦苗已经发芽，现在是追肥阶段，需要在距离麦苗5到10厘米的地方挖浅坑，并将肥料少量多次的均匀埋入，避免烧根。这么麻烦呀？系统，要不把它传输进它该待的地方呗？不行，系统不会满足宿主的不合理诉求。这东西可是在你那里买的，我一个人买这么慢，肯定会被人发现的。到时候我又解释不出来这东西哪里来的，你不就暴露了吗？宿主需求合理，现帮助宿主处理商品去向。奶奶，你看，堂姐在地里蹲着。我爹不是说他家这地种不出东西吗？你爹说的对，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功夫。也是，毕竟叔叔家分的地是好地，哪懂我们的难处呀？我家的地就是好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既然堂弟都说了分给我们家的地种不出东西，那当年分家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不如我们重新分一下。哎，堂弟怎么跑了？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当初分地怎么不公平了？当哥的让着弟弟不应该吗？哼！哎，乖孙慢点跑，奶奶追不上了。这味儿咋这么冲啊？这肥好像没沤透吧？直接埋下去会烧根的。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你爹种了那么多年地，也没见你家收成比我好啊。就是我爹种的地比你们家强多了，别多管闲事。走吧。哥，我有预感，过几天他们家麦苗肯定出问题。咱们家糖糖还预感到了什么？
我还预感到咱们家麦苗会越长越好。你们家明明就藏着野猪肉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？在老二家喝口粥都要看脸色，老大家却瞒着我吃肉，这天理何在呀？小叔，你讲点道理。为了猎到那头野猪，我们差点死在山里，跌到现在还躺在床上。你们不来看望也就算了，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现在还想来分到肉？哟哟哟，猎到野猪了！我要野猪肉吃喽！终于承认了。我就知道那天没看错，你们就是猎到野猪了。叔，您怎么光提野猪肉，不提那天还有别的？什么别的？我们家确实猎到了野猪肉，但是在我跟我哥回村的路中遇到了狼。狼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估计是闻到血腥味来的吧。我妹妹看到小叔，本来想跟他一起逃跑的，谁知道小叔对他说了句滚，丢下他就跑了。咦，怎么这样呢？见死不救，现在还好意思来人家家讨肉吃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肉！肉都被狼叼走了，糖糖都差点被狼拖走，哪还有肉给你啊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家里有多少肉就给我多少肉，不然今天死在你家门口。娘，当家的还躺着呢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呦，我娘怀着孕呢，你敢动她？你这个死丫头你！你们都围在这儿做什么？哎呦，村长，您来评评理。我哥得了野猪肉，你藏着掖着，不给我这个亲弟弟分，连我娘都不管。你瞅瞅，你看看。住口！你哥进山3天，回来浑身是血，腿还差点废了。你们不探望也就罢了，还敢来这里抢东西？他是老大，应该让着弟弟。哪有弟弟这样逼哥哥的？白老太太也太偏心了。那肉就是有，也是人家拿命换来的，凭啥给你们？白毅，我告诉你，你哥家里现在困难，你们不帮衬也就罢了，再敢过来打秋风，我就要村规处置。赶紧带上你娘和你儿子，走吧。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好好照顾你男人。谢谢村长。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弟弟怎么能这样？娘怎么也……哎呀，都是爹不好，爹窝囊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没事，当家的别动气，小心伤口。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这种人不值得您生气。爹哪窝囊了？整个村除了爹，谁敢跟野猪打架？对了，刘大夫的诊金还没付，咱家现在宽裕些了，把刘大夫的诊费给结了。刘大夫，刘大夫！哦，是你们呀！百里的伤口怎么样了？早上我给他换了药，伤口没再烂了，还长出点新肉呢。哦，那可真是个好消息。看来这关是挺过去了，恢复的比我预想的快多了呀。那是，我每天都按照剂量偷偷把消炎药拌在爹的饭里，肯定有效果呀。刘大夫，我们凑了点诊费，请您收下。白米，病人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，诊费不着急，先留给你们家那口子吃吧。您就收下吧。刘大夫，您就收下吧，别客气。哎呀，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家那口子能捡回一条命，都是托您的福，不然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。你家那口子恢复的那么快，是他自己底子硬，也是你们照顾的好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让他多歇着，别乱动。哎呀，怎么了娘？那个死丫头算计东西，算计到老娘头上来了。就是，大哥家的孩子也太不孝了，长辈的东西都好意思要。还不是因为你让我跟他们赌什么比赛，输了我一大筐野菜。那谁知道那俩死孩子那么走运啊？对了，娘，我想起来个事儿，在咱们后山有棵比箩筐还大的马蜂窝，前2年有猎户小童被蛰得躺了半个月呢。你的意思是？你的意思是？那肥丫头不是能耐，咱们把她引过去，看她还怎么嚣张。
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要让那死丫头知道，她奶奶我不是好惹的。娘，你说那肥丫头会上当吗？我呸！就她那又穷又馋的德行，能不上当吗？等一会儿咱就说呀，咱发现了一片好地方，满地都是野菜。行。系统刚刚检测到前面有一个价值千元的物品，嘿，不知道是什么呢？哎，怎么又遇到这两个人？晦气！哎，糖糖，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呀？我们发现了一片野地，满地都是嫩的野菜。对呀，这虎妖婆吃错什么药了？这副德行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其中有诈。这么好的地方，当孙女的就不跟奶奶抢了，自己去吧。哎，糖糖，奶奶知道奶奶之前做的不对，这不特意来给你道歉来了。糖糖这么幸运，上山都能挖到萝卜，下次呀记得带奶奶呀。高价物品距您3米，位于您的上方。高价物品距您3米，位于您的上方。天哪，好大的一个蜂窝呀！宿主发现大型天然野生蜂窝一个，价值1000元。由于物品危险性，无需接触，可直接兑换。是否兑换？嘿，还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哎呦，原来打的是这副算盘。系统兑换。当前余额1000。耶！死丫头，别想来抢我的箩筐！老娘我抓的可紧了，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这一片没别的地方，乖乖的挨马蜂蛰吧。谁叫你不把野猪肉给我们？这下得教训了吧？哎呦，哎，咋没听到死丫头叫唤？估计是跑远了吧。你看看，还有剩下来的野蜂没？老娘腿都蹲麻了。娘，我不敢先半楼，要不你看看？哎，你个不要脸的，想让老娘挨蛰吗？啊，那我等会儿再看。娘，媳妇儿，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奶奶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蹲了一下午，我腿都蹲麻了，别提了。哎，你下午看见你大哥家的死丫头了没？看见了，他又怎么了？他是不是被蛰得满头满脸都是包呀？啊，白糖被蛰了？没有啊？这个死丫头！咱们家的麦苗长得可真好啊！系统有你一大半功劳。宿主合理使用道具罢了。哟，还挺傲娇呀。白糖，你个小贱蹄子，竟敢给我家地下咒！白糖，你个小贱蹄子，竟敢给我家地下咒！哎，小叔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正是农忙的时候，我们俩这些天一直待在自己家的地头，哪去过你家地啊？这苗看着像是烧了根了。肯定是他搞的鬼！前几天还是我家肥有问题，现在又出事了，不知他是谁。小叔别急着把屎盆子扣给我，你家肥没沤透就往地里埋，肥料自然发酵发热，这才把苗根烧坏了。你这个丫头片子懂什么呀？定是你家人看我们家地好，故意使坏。没沤透的粪肥直接使用会烧根，还招虫害。正确的做法是挖一个土坑，把粪肥、秸秆、落叶拌在一起，浇足水，盖严实，等上2-3个月，让它自然发酵发热，腐熟了才能用。这丫头说的在理啊！我前年就吃了这个亏，没有透的肥施下去，半亩地的豆子全烂了。白家丫头可以啊，怪不得人家这地越种越好。这丫头长得就有福相，面若银盘，人又聪明。他们家的福气还在后面呢。什么福气呀？我看是妖气。你说你使了什么妖法，让你叔叔地里的苗全坏了？奶奶既然说我会妖法，可有什么证据？那天我和儿媳妇一起上山，碰见个蜂巢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没被蛰？里面的蜂巢和里面的蜂都去哪儿了？奶奶说的是那天你们用石头砸的蜂窝呀。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们，那窝早就空了，蜂群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。我还问你们要不要分点蜂巢，毕竟是药材呢。你们扣着箩筐不理我，我就捡回去了。故意用石头砸马蜂窝来蛰孩子，也太狠了吧！亏的是个空窝，不然这丫头可要遭罪喽。还扣着箩筐，有备而来啊！哎，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
明我们去的时候是有风的，这丫头说没有就没有，邪门的很。奶奶竟然说我邪门，大可去请个道士，看看能不能把我除掉。不过眼下还是关心小叔家的地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颗粒无收了。想请道士也请不起呀。颗粒无收，那也是你害的，你赔。老太太，这就是你不讲理了。你觉得蜂巢有风，还专门把自己的孙女儿引到那里，人家福大命大躲了过去，你又污蔑她，妨碍了你小儿子的庄稼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劝劝你小儿子对自家的地上点心吧。哼！哎呦喂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？大儿子一家过得这么好，不管我，现在小儿子家的地又成这样了。哎呦喂！人家丫头都提醒过你们，可你们不听。乡亲们，要是有应对的方法，都可以说出来。这都烂了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了，还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？就是真有人知道，也不会说吧。这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，饿死得了。他家的地要是真救不回来，肯定又要来我家使坏。爹爹的腿还没好，不宜和他们硬刚。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家的地是因为肥料没沤透才烧根。正确的做法是先把那些没沤透的肥料挖出来，再撒上草木灰中和一下，说不定还能救回来。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回去弄吧。要是再耽搁，神仙也救不了了。哎，你这丫头！走吧。这丫头真是好样的呀，不计前嫌。是啊，百里家走大运了，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闺女。珠儿姐，白堂姐落在后面了，我们不用拉着她吗？哎呀，我堂姐他们家穷得很，不常来街上的，当然看什么都稀奇了，所以走得慢。你们两个不用拉着她。这镇上的糕点没有系统里的精致，但偶尔尝尝也不错。给我来2块这个。好嘞。哟，我堂姐这体格，2块够吃吗？呀，怕不是只买得起2块吧？哼，老板，这个一样给我来1块。哇，珠儿你好大方！这么喜欢显摆，好啊，就让你显摆个够。是啊，我们都没有珠儿妹妹有钱呢，不如你就分我们一些吧。是啊，珠儿，你们家那么有钱，不会差几块点心的，而且你拎着也累，不如让我们帮你吃了。是啊，珠儿，反正你老是说自己零花钱多的都用不完，你要是想吃的话，可以再买嘛。你们几个怎么这样啊？饿死鬼投胎吗？都惦记我的点心。是呀，妹妹，姐姐我不仅饿死鬼投胎，还是穷鬼呢。都吃哈，这可是我慷慨且富有的珠儿妹妹请的，大家一定给面子，请吃光。谢谢珠儿，太好吃了，你吃吗？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哼，还是白堂姐厉害，一招就制服她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？你太小看我珠儿妹妹了。小云，我给你打个赌，她待会儿肯定还会作妖。那我不跟你赌，因为我也这么觉得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件衣裳真好看。毕竟手绣这么一件裙子是很耗人力的事儿，而系统里是机绣，这省时省力啊！我怎么不倒卖系统里的裙子呢？这岂不是能大赚一笔？你咋不去倒卖私银啊？赚的更多。掩体专营啊，犯法的。别的也不行啊，倒卖系统物品会扰乱市场，这样你会失去我的哦。好吧，不过自己能用已经很不错了。姑娘们随便看，我们家的衣服呀，从做工到料子，那都是1等1的好。不买就别瞎摸，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没事儿的，这些衣服料子放在外面，当然可以摸，舒不舒服摸了才知道嘛。这老板态度真不错。老板，你这衣服不摸就知道是好的，但某些人啊，就算摸得起毛了，他也买不起。珠儿姐，人家刘老板都说了可以摸，你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。我怎么咄咄逼人了？再说了，就算他买得起，哼，他也穿不上啊。确实，这成衣铺里面没有几件我能穿得上的，这大码女装领域一片空白啊。
当然是实话，这裙子这么漂亮，只有珠儿妹妹合适。哼，不像我们，也就只能看看。是啊，珠儿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是啊，珠儿姐，你要是穿上这件裙子的话，肯定是全村最美的。买就买，长官，这件我要。姑娘好眼光，这件5两银子。这些够吗？这还差一半呢。一半？这裙子这么值钱啊！白糖姐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绣，到时候就按照你的尺码去做。你还会绣花呀？哎呀，谁要买了？这裙子也不怎么样嘛。哼，他跑啥呀？别管他，咱不是约好了申时在西城老槐树下跟王叔集合吗？到时候他肯定会去的。也是啊，他肯定就是好面子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买不起就说买不起呗，咱村也只有地主家他闺女儿才能穿成这衣裳，跑啥呀？不买也没关系的，姑娘们还有什么要看的吗？掌柜的，你这绣花的样式就这几个吗？鸳鸯戏水、并蒂莲、花开富贵，这些城里没有的花样子，我们家都有，全着呢。那除了别家都有的，你这里还有什么是新花样？这个暂时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新花样？新花样？姑娘手里有宫里传出来的花样？这倒不是，到时候我拿过来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爹娘，糖糖，回来了。这背篓咋这么沉啊？这些东西是……糖糖，这些都是你今天在镇上买的？镇上的衣服那么不划算，我当然是在系统里买的啦。对，快试试合不合身。这料子，这材质，得花多少钱啊？糖糖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前阵子去山上挖了个野山参，没敢声张，怕不是真的闹笑话。前天我去镇上找药铺刘掌柜，还真的是野山参。糖糖，你这样做的对，财不露白嘛，尤其咱家这种情况。合身，太合身了，糖糖真是太厉害了。这么好看的衣裳，平常穿太浪费，留着过年穿，平常穿旧的就行。娘，您放心穿吧，我保证以后天天让您穿上新衣服。我已经找到赚钱的新方法了。糖糖啊，这都是你画的？那可不，你妹妹我厉害吧？厉害！厉害！昨晚对着系统商城的裙装盯了3个时辰，你一件都不买，何止是在偷偷瞄花样啊？这也叫资源合理利用。你说不能倒卖衣服扰乱市场，卖花样子总不算扰乱市场了吧？这种行为未违反规则，算你聪明。爷娘，快出来看糖糖画的。老板，妹妹你来啦！你这衣裳上的新花样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我开了10年成衣铺子，从来没见过。妹妹，这是宫里流传出来的花样子吗？还是你家祖传的？都不是。掌柜的，请看。这是你画的？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如何？掌柜的可要与我合作？妹妹，我们好好聊聊这花样子的买卖。感谢掌柜的款待。不必叫掌柜，我姓刘，叫我刘姐就行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开了10年的成衣铺子，这镇上的花样子翻来覆去都用遍了。姑娘这些新样子要是绣出来，一定立马就把别的店铺通通比下去了。这样我也不坑姑娘，这些花样10两银子如何？但掌柜的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花样我能卖给你，也能卖给别人，到时候这新花样满大街都是，不是又跟先前一样了？哦，那姑娘的意思是，10两银子只能买使用权，若想买断，价格另说。那照你的说法，姑娘若是不提点我，这些花样子姑娘卖给我10两，卖给别的铺子依旧是10两，那岂不是可以一本万利？是这么个道理。但我昨天来这里逛，到了其他成衣铺子里，
只有你这里对待客人的态度最好。我想找人长期合作，并希望跟我长期做生意的是个好老板，也就是您这样的老板。你这妹妹太会说话了。那既然10两银子不够，你的条件是？我想用这些新花样入股，每卖出1件新花纹的衣服，便分我1成利。不要眼前的银子，需要以后的利润。姑娘目光挺长远啊。也是为您着想，要是我这新花样客人不满意，岂不是也省了您的银子？那如果我买断的话，如果以后再有新花样，一定要先拿给我看。那是自然，有好东西岂不是要想着老主顾不是？啊，姑娘年纪轻轻，确实比那些老江湖还懂规矩，我喜欢。白糖，哼，真是好名字。白糖妹妹，我看我们这个店里暂时也没有适合你的衣服，这2匹布就当做是给你的见面礼。不必了。不过你店里这些衣服确实是苗条姑娘穿着好看，但不代表像我这样的或者一些发福的妇人就不想买漂亮衣服吗？掌柜的可以试着做一些大尺码的衣服，要是做成了，就是这城内第1家大码女装店。说得对啊，之前是我被诓死了。衣服版型原本是这样的，就必须一直是这样吗？还有那么多客人的钱我还没有赚到啊！拿着，这就当是你给我提供新的报答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谢谢刘姐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那我还要看店，恕不远送。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小娘子喝醉了吧？这么好看的小娘子怎么在这喝闷酒啊？要不要跟哥哥们一起喝点啊？你们别乱来！可是摘星楼的掌柜。摘星楼？快关门的破旧楼罢了。小娘子是不是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？哥哥们有钱啊，只要……系统兑换1瓶防狼喷雾。防狼喷雾50元，兑换成功。哪里来的肥婆？别挡道！嘿，仔细一看，这肥婆倒有几分姿色，正好1个人不够我们玩的。不是吧？这你也下得了嘴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闹死我了！快跑！杨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下次可别1个人喝那么多酒出来了，多危险呀！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摘星楼眼看就要关门了。摘星楼？我听邻居说过，好像是城里数1数2的酒楼。以前生意还尚可，菜式都是我从各地精心弄过来的，厨子们也炒得用心。可是后来，酒楼出了叛徒，偷偷把菜式偷走，送给了恒星酒楼。恒星酒楼？我上次进去看过，价格虚高，真的有人来吃吗？恒星酒楼一直在吞并和挤兑其他酒楼，其他酒楼都倒闭了，他就算高也能卖得出去。这不就是垄断吗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这摘星楼就要开不下去了。老板，办法总会有的，说不定我能帮你呢。你？我家祖上有不少祖传的菜谱，还有些酿酒的手法，或许这些能帮摘星楼起死回生。咱们合作试试。怕是为难你了，毕竟摘星楼现在的情况，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？你先别灰心。我叫杨兰，你若真有办法，以后可来摘星楼找我。这个玉佩给你，拿着这个玉佩可免费来摘星楼吃饭。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你别嫌弃。杨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一定能帮摘星楼重新成为城里数1数2的名楼。行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系统兑换1本菜谱。基础菜谱80元，兑换成功。有好多是这个时代已经有的，不能选；好多食材是这个时代没有的，也不能选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除了菜谱，还有酿酒。系统兑换酒区，即酿酒工艺。柚子酒区50元，酿酒工具150元，共计200元，兑换成功。米酒酿起来比较快，先酿造这个，别的慢慢酿。杨姐姐，先前你跟我说摘星楼要关门了，我还不信。今天来一看，楼下的火鸡站没站相，来了客人也无精打采的。这样下去，再好的菜也留不住客人呀。是我没用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摘星楼会运行下去。上行下效，他们自然跟着懈怠。有我在，你担心什么？啊！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带了好东西。啊，好香的酒啊！这是什么酒啊？这么清澈。你尝尝。这是米酒，为何如此香醇啊？比我以往喝的都要好喝。当然是从系统里购买的酒区的功劳呀。还有更妙的，借你灶台一用。啊，尝尝这个。啊，好香啊！这样子也好好看。这金灿灿的是桂花吗？这是用糖腌的桂花，生桂花苦，用糖腌过后的桂花不仅甜，还有一种桂花别有的香味儿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太好吃了！酒酿圆子。杨姐姐要是信我，咱就从这碗甜酒开始，把摘星楼重新支棱起来。白糖姑娘，哦不，白糖妹妹，你说的对，这摘星楼是我一手攒起来的，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？咱们就再拼一次。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我这儿还有份菜谱，你看看。这些菜式闻所未闻，但是又觉得做出来会很好吃。这些烹饪的技法也很新颖啊！白糖妹妹，你真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摘星楼的。有了这些菜谱，何谈生意不兴？杨姐姐过誉了。只是现在摘星楼入不敷出，这个菜谱我怕是没钱买。不要紧，我打算以这菜谱入股，不知杨姐姐意下如何？白糖妹妹，你要想清楚，如果你只拿分红，假如摘星楼没法起死回生，你就白白赔上了祖传的菜谱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相信你。行，以后酒楼每月给你分2成利，如何？2成太多了，1成便够。不多，好的菜谱是酒楼的根骨，有了这些菜谱，伙计就有劲儿干，客人也会常来。就这么定了，这坛酒我每月单独向你收，每坛1两银子，如何？杨姐姐大气啊！多亏了白妹妹，我们摘星楼总算有救了。杨姐姐好好准备，我先走了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从今日起，咱们摘星楼要支棱起来了。前面怎么这么热闹？是有什么活动吗？慢走。哎，白糖妹妹，留步！白糖妹妹，多亏了你那些新花样，我这几天卖出的衣服比以往1年卖出的都多。我现在呀，料子都快不够用了，正打算招秀娘呢。花样是一方面，我这花样子可不是给了谁都有这么好的生意的。你这妹妹真会说话。这是我上次听了你的建议，专门做了一匹大尺码的，你拿回去试试。真做出来了，卖的怎么样？卖的非常好。以后有什么建议尽管说，别跟姐客气。记得月底分红一定要过来拿，绝对让你满意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刘姐快回去忙吧，别让客人等急了。那我放楼里。再见。嗯。哎，小云，你蹲在这里干嘛？我爹又出门做生意了，后母让我给妹妹洗裙子，但是我把裙子洗破了，他就把我衣裳扒了，把我赶了出来。太过分了！来，先把衣服披上。这衣服这么好看，肯定很贵吧？
我不能穿，万一我又笨手笨脚的，又把它弄破了。你哪里笨手笨脚了？你家里衣服都是你缝补的。上次逛街你还给我看了你新绣的花，那么好看，说不定你妹妹把裙子弄破了，就是故意栽赃嫁祸于你。可是我也想过，但是我爹爹他常年在外做工，我不敢说，我怕到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先穿上吧。谢谢。哟，是白家丫头啊？怎么，你要替这件丫头赔衣服呀？这尺寸不太合适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就勉强收下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进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的。白桃，我把裙子还你。拖什么拖呀？穿上了就是咱家的。婶子这话就不对了。这裙子可是城中最时兴的款式，好几两银子呢。别说破个洞，就是脱根线，你都赔不起。哎，你少在这吓唬人！你们白家前阵子还差点断粮呢，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衣服啊？信不信由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家再怎么穷，也不会把这破裙子当宝贝，洗破了就叫闺女在外面蹲着。哼，这种事儿我们家可做不出来。你这个死丫头片子，还叫外人来一起对我顶嘴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嘿，你也别得意，一个乡下丫头穿再好的衣服啊，也成不了江小姐。别跟他废话，跟我走。可我放心，有我呢。好啊，滚了就别回来了。叔叔婶婶好。爹娘，巧云被他父母赶出来了，能不能让他在我们家留一段时间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待一会儿就好。等到他气消了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巧云，糖糖，这位是？这是巧云，她被父母赶出来了。不过她没错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都是一个村的。巧云的后娘，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好孩子，别害怕，今晚就住这儿。婶子煮了个汤面，快坐下吃点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这得多久没吃饱饭了？造孽呀！巧云姑娘，往后要是饿了，就来我们家。哎，我们家只能接济你一时的吃穿，要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首先是得离开你后母。可是我能去哪儿呢？我认识城里成衣铺的刘掌柜，他最近在招绣娘，你要不去试试？城里的？那他会不会嫌弃我手艺不好？放心，到时候你当场绣上一段，手艺好不好，一看便知道。那你这样会不会欠刘掌柜人情啊？我已经麻烦你太多了。你手艺这么好，走到哪人家都抢着要，我把你介绍给他，是他欠我的情才对。是这么个道理，成不成的都去试试呗。对，去试试。白桃妹妹，你来了。刘姐，昨天您说缺绣娘，我给你推荐个人，巧云，她绣活可好了。没那么好。姑娘别紧张，我这儿有块花样，你要是不介意试试。小红，拿块绣棚来。哇，好手艺啊，真的是好手艺。昨天我还跟你说没有绣娘，今天你就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个得力助手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刘姐，巧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巧云姑娘，以后你吃住都在我们店里，放心，工钱照发。谢谢刘掌柜，谢谢白桃。你这姑娘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刘姐，我拿了瓶好酒，我自己酿的，你尝尝。你这丫头跟我还这么客气，我不就给巧云姑娘找了个落脚地吗？哪用得着这么客气？不过既然是你酿的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小红，哇，这酒入口绵香，还带着米香，真不错。好你个刘掌柜，有这么好的酒还藏着掖着，不说让我尝尝。真是不错。这是哪家酒楼的呀？改天我也囤2坛。是真兴楼。
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不给摘星楼宣传宣传？毕竟一个个找我买多麻烦，不如统一把货提供给摘星楼。我前一阵子还听说摘星楼的厨子都留不住了，怎么还有这样的好酒啊？不止呢，摘星楼推出了好多新菜，都是没见过的做法。说起来，以前摘星楼的菜确实不错，就是后来被恒星酒楼抄了菜式才不行的。要是真有这么好的菜和那么好的酒，我倒想去试试。恒星酒楼的菜价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你这丫头是不是跟摘星楼合作了？刘姐姐明察秋毫，这谁看不出来呀？哼，刘姐姐，巧云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月底啊，记得来拿分红。还有，以后再酿的米酒一定要先拿给我尝尝。放心吧，刘姐。糖糖，你回来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哥呢？在地头呢。地里的草不是上午就除完了吗？你叔他们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我说他们又惹什么幺蛾子，我去会会他。你叔家的地救回来了，可还是死了很多苗，今年肯定得减产。他气不过，就让白金天天往我们地里跑，不是踩坏了麦苗，就是往田里扔石头。你哥白天守着，晚上也睡不踏实。这爷俩欺人太甚，我去把他们赶跑。哎，糖糖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硬蹦硬的干啥？就算你打赢了，明天他们还来，你能咋办？是啊，糖糖，娘知道你能打，可你这样，娘心疼啊。爹娘，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我们把田地卖了吧？那怎么行？那怎么行？不然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没了地，我们一家人吃什么？糖糖不能因为一时之气就说出不计后果的话。爹娘，我是认真想过的，并没有说气话。这是酒楼老板给我的定金20两，还有这些契约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。真银子20两，还有签字画押。糖糖，这么多定金比我们种1年地挣的都多，你这得酿多少酒才能挣这么多呀？不多，也就20罐左右，几天就酿完了。等再过几天，我再酿些新酒，比如果酒，肯定更受欢迎。哥要是不守着田地，专心帮我酿酒送酒，能赚得更多。嘿嘿，那也不行，那地是你爷爷传下来的，万一卖了，没法跟祖宗交代呀。是啊，糖糖，娘知道你说的在理，可一想到要卖祖产，娘这心里啊总是不得劲儿。爹娘，白金那小子在咱地头上玩火，差点把整片麦子都点着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了着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，就是白金那小子见我在扑火，还在旁边笑，说着了正好，让咱们一家都喝西北风去。这个混小子太过分了，可真是烧着了，不光咱们家的收成没了，说不定还会连累邻居家的庄稼。爹娘，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？这地再留着，不光赚不到钱，还让咱们天天提心吊胆。卖！听糖糖的，把地卖了，不能让你们再受委屈了。对，卖了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去，踩，使劲踩！爹，白树那小子熬不住了，估计回家睡大觉了。看我踩死他们的苗！哼，想过得比我好，没门儿！你们俩干啥呢？敢在我地头上撒野？你再踩一下地头试试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是我们白家祖上传下来的地，我想咋踩咋踩。就是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块地已经过户给我了，滚滚滚，别糟蹋庄稼。拿张破纸就想骗老子？我哥一家都是靠这片地吃饭，怎么可能卖给你？别废话，赶紧滚！哎呀，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滚！再让我看见你在地头上撒野，打断你们的腿！呸！我家门口怎么这么多人？哎呦，怎么养了个这个不孝子？哎呦！娘，这地说好了当初分给我们家的，
我们卖不卖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你的地那是你爹祖上传下来的地，你说卖就卖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，还有没有白家的祖宗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孝子呀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乡亲们，不是我们绝情，是前阵子老二总去地里。各位，恕不小下评评理啊！我哥卖地，连句招呼都不打。眼下庄稼正涨着，他把地卖了，以后吃不起饭，那不还得靠我们家接济吗？虽说分了家，可祖产这么大的事儿，也应该和家里说一声。是啊，再怎么说也是亲兄弟，没必要闹得这么绝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地就是一家人的根，这眼看粮食就要收了，这白老大把地卖了，也不知道是咋想的。难道以后天天要去弟弟家打秋风吗？哎呦，当年分家，奶奶偏心，把好地丢了个小叔，却给我们家留个鸟不拉屎的烂地。哪是烂地？今年这庄稼长得可比我们家地里好多了。那是我哥天天下地施肥除草，下了大力气才得来的。各位叔叔婶婶爷爷奶奶，我们家的地怎么样，你们也都知道吧？这白家丫头说的在理，白老大这块地确实不好。今年种地，白家那俩孩子确实下了大劲儿。那就奇怪了，这么使劲种庄稼，怎么又把地卖了呢？我们家地好不容易编好了，我叔叔带着白金天天去地里刨几把苗，明天去地里除几把草。最过分的是，他还带着白金去地里玩火。要不是我哥及时把火扑灭了，不仅我们家麦子没了，还连累旁边李大爷家的地。我们家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把地卖了，这怎么就成了不孝了呀？白老二，让孩子在地里放火你也敢？庄稼是咱农民的命根子，烧了你赔得起啊？这前2天我还在纳了闷，白老大家的地怎么黑了一块？原来是你家孩子干的，也太缺德了。没有的事儿，他胡说，金子怎么可能去放火？我胡说？白金，你敢说你没有在我家地里放火？那天我哥除草的时候，你还在旁边看着，说麦子烧光了，让我们家和西北方去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原来是你们家先捣的乱，还好意思过来？你把你哥家现在逼得已经卖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破坏人家庄稼太坏了。哎呀，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卖地呀，那是祖宗留下来的地，都败在这败家子手里了。哎呦，哎呀！娘，走回去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爹娘，没事了。多亏有你呀。糖糖，快进屋，娘煮了糖水蛋，饿坏了吧？糖糖，刚才也太厉害了。哥，别高兴太早，刚才小叔和奶奶没占到便宜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一会儿呀，肯定还要来。你说的对呀，你奶奶和你小叔啊，向来是得寸进尺的性子。哎呀，可这是血缘亲情，咱们也避不开呀。是啊，要是他们再来闹，哎，总不能天天跟他们就这么耗着吧？要不咱搬家吧，搬去城里。搬去城里？可是咱们在这个村里住了这么多年，亲戚邻居都在这儿。城里边房子贵，城里边比这农村还难混得多。咱万一去了，怕是……是啊，糖糖，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爹娘哥哥，咱们家地已经卖了，村里也没有什么牵挂了。搬去城里，第一能摆脱小叔一家，不用被他们天天打扰；第二，我和哥哥酿酒也不用跑大老远去送，能省不少力气；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娘眼看就要生了，城里接生婆更专业，娘能少受点罪。媳妇儿，对不起啊，你怀着孕还让你天天面对这些。唉，要不咱就听女儿的吧，只要我肯卖力气，咱肯定能活下去。对，只要能让娘少受点罪，搬去城里也行。到时候除了和糖糖一起酿酒之外，我还可以多找几份活，劈柴扛货都行。这是卖地的钱，加上糖糖卖酒的定金，不知道在城里边能不能置办一个小院。是啊，钱不够，到城里可就难了。爹娘，你们别担心钱的事儿，我跟城里刘记成衣铺的老板有合作。这是契约，现在我在城里有半家成衣铺子，
每个月都能拿分红，咱再也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。糖糖，你真成了城里成衣铺的东家了。可是人家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分你半间铺子？别是遇到骗子？是啊，出门在外得留点心眼儿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他们肯给我分红，是因为这个。这画的真好看。糖糖，这些都是你画的？还有你们上次看到的那些绣花的图样，就是因为这些，人家才给我分红，为的就是留住我，给他们家提供更多好点子。呀，太好了！这我们糖糖真是太有本事了，在城里边都有半家铺子了。我的乖女儿真是太能干了，都是运气好，遇到了好老板。咱们赶紧收拾东西，去城里找院子吧。走。娘，这房子也太宽敞了。这院子可是我挑了好久才挑到的，青砖瓦墙，冬暖夏凉，离集市也近，院子宽敞，还有这屋子里的陈设也不算太旧。这么好的房子，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啊？你之前还说缺钱，是不是还欠人家？不多，就30两。30两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呀。爹，你放心，成衣铺的分红加上酒楼的酒钱，再扣掉咱们家1个月的吃穿用度，只需要3个月内就能还清。糖糖，爹相信你，只是咱们家买房这么大的事儿，却使着你一个姑娘家来操持，爹这心里边总觉得愧疚。说什么呢？姑娘能干不好吗？好是当然好了，只是糖糖太辛苦了。听见了没，小叔，多帮妹妹分担点。糖糖，明天我想上街上找个活干，劈柴扛货都行，咱早点把这个房钱给还上。哥，不用，我还有新的赚钱法子没实施呢，比你打工赚得多。你先帮我酿酒，后续咱们再扩大生意。好，咱们一家都听你妹妹的。我这腿也快好的差不多了，从今天开始跟你们一块酿酒。你昨天新酿的桂花酒太受欢迎了，刚上架就卖空了。你下次送酒再给我多送点过来。杨姐姐放心，我回去就酿。给。拜拜。香料的味道。系统，兑换1斤辣椒和1斤干辣椒。做点什么好呢？哎，对，钵钵鸡。系统，兑换钵钵鸡配方。糖糖，这是什么？闻起来好香啊！是钵钵鸡，你们快尝尝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又香又鲜，比肉还下饭。嘿嘿嘿，这是我的秘方，用鸡汤做底，还加了各种香料。糖糖，这要是拿出去卖，肯定很多人买啊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正想跟你们说，我想去集市这个摊儿卖钵钵鸡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娘跟你们去备菜。爹帮你熬鸡汤。糖糖，这2串小的是干啥的？用来试吃，毕竟是新东西，大家不一定会来买。哦。哎，姑娘，这是卖的啥呀？这么香？这是钵钵鸡，荤的3文1串，素的2文1串，您尝尝，好吃再买。图有什么好吃的？不用了。土豆怎么这么好吃？要来几串吗？必须的。3串荤的，3串素的，一共15文。我再给您浇点汤。来。太谢谢了，这汤怎么也这么好？真香啊！哎呦，就这点东西15文，抢钱呐！贵是贵了点，关键味道好，我在酒楼都不一定能吃到这种东西。路边摊的东西怎么和酒楼比呢？来，您尝尝。你别费心思了，我尝了也不会买。怎么样？这味道，味道如何呀？来，我也来几串吧。摆摊不容易，白吃不好。嘿，素的5串，荤的2串，一共16文。你还说我呢？你比我买的还多。嘿，老板多浇点汤。
我也要，给我也来一份。姑娘，你这钵钵鸡炖的也太绝了，这汤汁这叫一个多汁儿，给我来5串。谢谢惠顾，慢走啊。就是啊，这素的也好吃，我家孩子就爱吃你家这川的青菜，给我来一勺汤。谢谢惠顾，慢走啊。这不是我那堂姐吗？怎么在城里做起了生意？生意还这么好？糖糖，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啊！可不是嘛，早上我刚对的账，加上卖钵钵鸡的收入，咱已经够还那30两房贷了。啊，真的？嗯，那就是说，咱这院子以后就属于咱自己的了。对，能这么快赚到钱，哥，你帮了大忙了。嗨，我才帮了啥忙啊？主要还是你聪明，想出了卖钵钵鸡的法子，还调出这么好吃的汤汁。他们居然买得起城里的房子，凭什么？这凭什么呀？初儿怎么这么晚都不回来？就是啊。爹，奶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在城里看到白糖了，他跟白叔在集市上摆摊卖吃的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围着的人挤都挤不进去。他哪来的本钱弄这些？他们家不是连地都卖了吗？就是呀，你看清楚了，别看错了人呀。那丫头的性格，要是赚了钱，早在村子里显摆开了，这怎么天天也不见人影啊？哎呀，我怎么会看错呢？而且我还听到白糖说，他们一家在城里买了房子。好个恶心的死丫头，把咱们当傻子耍！凭什么我大哥一家能住城里吃香喝辣，我们可野餐？这没天理的呀！这老大的命怎么这么好呀？是娘，他们一家以前在村里都快断粮了，现在在城里又买房又有生意的，太不公平了吧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了，珠儿，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就是鸡汤里泡了一些竹签扎起来的菜，就这一串要2文钱呢，谁知道城里人咋喜欢吃这个呀？这还不简单，他们摆摊卖，咱们也卖呗，咱们就卖一串1文钱，咱们呀就挨着他们的摊摆，看看还有人买他们的没有。1文钱，这也赚的太少了吧？鸡汤兑点水，总有赚的。你们真聪明，我这就去把鸡杀了。哎，哥，恒星酒楼的人找上门了，以后说不定还有麻烦。咱房贷也还完了，不如别摆摊了，专心酿酒吧，能轻松点儿。不行啊，糖糖，这生意这么好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？好吧，那就再摆2天再说。我去准备明天的汤。好嘞，我去洗菜。哎呀，起来！哎呀！别在这闹了，我们都在这等着买钵钵鸡呢。今天不给我钱，我就在这不走了。娘，你还记得我们分家时，你把好地都给了白毅，给我们分了一块烂地吗？娘，我腿断了，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你只顾着让弟弟来抢我们家的肉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心里边从来没有我这个儿子吧？你这个娘当的太偏心了吧！我养了个白眼狼的儿子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现在就会顶嘴了是吧？娘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娘，咱不要银子了，咱要他的钵钵鸡配方。有了配方，咱自己做生意，不比用银子更划算。哼，你们刚刚也听见了，刚才恒星酒楼的人花10两银子买我的配方，我都没卖。你们又打算出几两啊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张口闭口就是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是你爹的亲娘和亲弟弟。当初我把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现在要个配方，你居然问我们要钱，良心被狗吃了。就是，一家人谈钱多讲完，你把配方交出来，就当孝敬你奶奶了。以后咱们还能互相帮衬。互相帮衬？哼，这么多年你们帮衬过我们家吗？每次我们家有一口吃的，你们就像闻着味的苍蝇一样凑上来。我养了个白眼狼，还带出来个黑心肝的，连亲奶奶都不管了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既然小叔想要这方子，也不是不行。算你这个丫头还有良心。这是一份断亲书，想要方子可以，只要奶奶和小叔在这上面签字，我就把方子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2家再无关系。
你个小贱人！血缘亲情岂是他一张纸就能斩断的？先拿了方子再说。好，签就签。哼，签。你看看，就这几样破玩意儿，花了我足足50万。按方子上写的，每锅汤都得放这么些，一串卖2文钱，出去买鸡买菜的钱，咱还能剩个屁？这死丫头就是故意坑咱们，写这么个方子，明摆着让咱赔钱。就是，他自己摆摊时肯定少放了，故意写这么废料的方子。我呸！一群蠢货，就知道骂。他白糖放那么多，咱们不会少放点吗？少放能行吗？少放怎么不行啊？那些人吃的是汤里的菜和肉，又不是嚼香料的，咱少放点意思点就行了。他们那些人啊，照样掏钱。他白糖放那么多香料，他是败家子儿，咱可不能学他。娘说的对，对，就是还是奶奶聪明。白糖的猪脑子哪能比得上咱们家人？你家的汤也太淡了，跟之前白姑娘做的没法比。就是啊，人家那汤香味儿大老远都闻到了，你家这跟刷锅水似的。咸蛋别买呀，哪来那么大毛病？看来叔叔家的生意做得不顺啊！果然做生意还是要讲良心。大娘，麻烦再给我浇点汤呗。之前在白姑娘那买的时候，她总给我加一勺，可香了。浇汤？想得美你！这汤是我们家老母家熬的高汤，金贵着呢。想喝美了你，自己搁家熬去呗。人就想要点汤，至于吗？之前白姑娘摆摊的时候，不用说，汤就给浇了。不浇就不浇，凶什么呀？哼，我还不买了呢。别走啊，给你浇点吧。哼！哎，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把他倒了干啥？可这汤都用了好几天了，万一人家吃坏肚子咋办呀？屁！这汤天天在火上熬着，哪会坏呀？好你个黑心摊！我家娃吃了你们的钵钵鸡，拉了一下午，现在还在哭。你自己尝尝这汤，都酸了。嚯，这味也太冲了！汤都酸了还拿出来卖，太丧良心了。放屁！这是老母鸡熬的高汤，万浓。我就吃2串你家菜，今天上吐下泻。大夫说是吃不干净的东西，你要不信，现在就给我去报官。媳妇儿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拖着他们，你去报官，保管让他们跑不了。哎，别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们赔钱。闭嘴！赔什么钱？说不定是他家孩子自己着凉了呢。做生意不讲良心，迟早要遭报应的。赶紧赔钱吧，人家娃都这样了还嘴硬。哎，他娘的，那官差也瞎了吗？就凭那小崽子一句肚子疼，就把咱这几天赚的血汗钱全赔进去了。那家人分明就是想讹钱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一群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哭。那人家官府肯定就向着有钱人呀，咱们这些穷人往哪说理去？早知道就不做生意了，姐，你就不该把那死丫头做生意的事告诉我们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银子都进了别人口袋了。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家人愁眉苦脸的。您是？鄙人姓王，是恒星酒楼的老板。哎呦，王老板，久仰，还不快让王老板坐？啊，这原来是王老板呀！稀客呀！这是不是听说我们得了白糖那丫头的钵钵鸡方子？实不相瞒，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之前我的伙计去找白糖买方子，他不肯卖。我听说你们得了这方子，这样我出15两银子卖给我，如何？卖，我们卖！闭嘴，没出息的蠢货！这可是我们家的宝贝，这15两，这。那你们想要多少？哎呀，30两银子。哼，好，就30两银子，还以为他想狮子大开口呢。哼，果然是个没见识的乡下老太太。王老板，这方子可是我们家的宝贝，不过看您这么有诚意，卖您也无妨。只是这方子我们也想要，卖给您之后。放心，我只要方子，你们想摆摊儿还接着摆摊儿，我不拦着。好，
成交。有了这30两银子呀，这段时间我们吃穿都不愁啦。还是娘厉害。白妹妹，你可是着凉了。没事，说不定是有人在背后骂我呢。你钵钵鸡卖的这么好，却在生意正火的时候把方子卖给了我们酒楼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个月酒楼的分成，给你多算了1成。客气了，杨姐姐。娘，淘淘，娘要生了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稳婆呢？来了。前2天你约好的2个稳婆，我刚到家就已经看见他们在屋里了。那就好。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跟我说的事，我会跟其他老板说的。谢了，杨姐姐。走。哎，你别挡着我。让稳婆专心忙活，咱就在这等着。我也坐不住啊！哎呀，娘这一阵身体调养的不错，还有2个有经验的稳婆在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哎，行，生了！恭喜恭喜，是个大胖小子。娘，喝点红糖水。像个小肉团子。那就叫团子吧。团子，挺好的。咱家今天啊是双喜临门，第1喜是咱团子平安降生，娘也好好的。这第2喜嘛，这第2喜是啥呀？快说！我呀谈妥了一个铺面，打算开个小酒肆，以后既能批发也能零售，还能买些新奇的吃的。开酒肆那得不少本钱吧？还有咱原来提供酒的那些酒楼，是不是也得商量呀？钱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，酒楼那儿杨姐姐会帮我跟各家酒楼老板说的。以后呀，咱就不用去集市摆摊了，也不用辛辛苦苦给各家送货，咱就守着铺子，等着别人上门就行。啊，真的？那以后岂不是说我就不用天不亮就起来搬货了？那当然了。以后呀，哥你就帮我专心酿酒，爹就负责照看铺子，娘安心养身体。我还雇了个有经验的婆婆帮娘带孩子，干得不好呀，咱还可以换。真好，咱糖糖真有本事，娘都不敢想咱家还有自己的铺子。以后啊，咱们都听糖糖的，咱们这一家人好好干。说的是。白糖妹妹，恭喜恭喜，你这铺子啊可真气派。谢谢。糖糖，我没什么别的能送的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绣衣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巧云，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。开业大吉，摘星楼这坛20年的陈酿，算是送给妹妹的贺礼。谢谢。白老板，自从穿了你设计的衣服，别的衣服我都穿不惯。你看你最近忙着开店，最近刘记也不去了，他们家都不出新衣服了。是啊。好，谢谢各位厚爱，我会多去刘记看看的。系统，让我看看你上的新衣服。哎呦，不错嘛！为宿主服务是系统的使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要不是儿子欠了赌场的钱被扣在官府里，谁愿意来？哎呀，这么热闹的日子咋能少了我们？我们已经断了关系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乔侄女这话说的，再怎么着也是亲戚啊！今天可是3喜临门。对呀，这第1喜我孙子满月，这第2喜老大开了这么气派的店，这第3喜自然是白糖姑娘的喜事啊！这位是顾兄，家底厚实，一表人才，人家呀相中你啦。你带着这酒楼作为嫁妆，再给我们30两当介绍费，这婚事呀就成了。有了这30两，儿子在赌场欠的钱就能还上了。听闻白姑娘本事大，娶回家又能管账又能赚钱，实在是美事儿啊！就你这垃圾玩意儿，还想娶我？
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人家顾兄没嫌弃你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？就是，女人还是要娇弱些才好看。以后跟了我，可就不能吃这么多了。哎呦啊！是你逼我在这大喜的日子扇你的？你们来评评理啊！我好心给我侄女介绍个对象，这还介绍出错了呀！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？什么狗屎玩意儿也敢攀上我家妹妹？你这丫头这么粗鄙无礼，一辈子嫁不出去。老太太这话可说错了，白姑娘这样的姑娘啊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就是白姑娘要想婚配，我们争着抢着给她介绍呢。白姑娘，上次跟你说了我家小叔子，要不你见见？我家侄子也不错，人长得斯文白净，还刚中了秀才，知书达理的。我娘家弟弟还没娶亲，他经商多年，家底厚实，配白檀姑娘啊，正合适啊。我摘姓楼的账房先生可对白姑娘心仪很久呢，奈何呀，白姑娘看不上。我成衣铺隔壁的绸缎庄老板年少有为，上次还托我打听白桃妹妹呢。多谢各位抬举，不过我现在啊，只想把铺子经营好，婚嫁的事暂时不打算。你们这群瞎了眼的，娘，我了个娘嘞！你要压死我啊！想跑？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我就是来凑个热闹。光天化日，强逼良家女子，送官。糖糖，让你奶奶在里间歇会儿吧，醒了就让他们走。知道了，爹。让各位见笑了。见笑了。团子，孩子不见了！我刚才在里间给孩子喂奶，看他睡熟了，就放在床上，转身去拿尿布的功夫，回来床上就空了。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我的孩子……娘，你说啥？娘也不见了。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会儿，半天都没事，进去一看都没人影了。娘。想要娃活命，就拿100两银子去城东破庙，2天不来，我就把娃卖了。这个死老太婆竟然敢打团子的主意！娘怎么会对团子下手？那可是他的亲孙子呀！我这让伙计去报官，让官兵抄近路围堵城东。你先拿银子去后面稳住他，我们从侧面包抄，务必保证孩子安全。在家陪你娘，我去。100两，少1文都不行。等拿到钱，给儿子还了赌债，把他从牢里赎出来，我们还剩70两。到时候，看谁还敢看不起我们家。娘，你在哪儿？银子在这儿，把孩子放下。好啊，居然带着官兵过来捉拿你亲娘！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你真是我亲娘吗？娘做出这样的事，都是被你逼的。要不是你不愿意给银子，你弟能因为还不了赌债被关进牢里，我能做出这样的事吗？白毅本可以拿着方子好好做钵钵鸡，好好过日子，是我让他去赌的吗？你还敢提你那破方子？要不是你女儿假情假意给了我们一个破方子，我们能赚来那30两吗？小易又怎么会染上毒瘾被关进大牢里吗？我的儿子一辈子都被你给毁了，我也要毁了你儿子！放开我！那是我亲孙子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拐卖婴幼儿，人赃并获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巧云，我家巧云呢？是不是藏到你这儿了？有人给他下了聘礼，他倒好，这几天不回家了，眼里简直没有我这个娘。这位婶子找错地方了吧？你可别装了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他不是藏在你们这儿，他能去哪里呀？
赶紧把巧云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搜了。这位婶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这铺子可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容不得你在这撒野。婶子要找闺女，怎么不回家去找？在别人店里喧哗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看就是你们把他藏起来了。王员外给了15两银子做聘礼，耽误了婚事，我看你们怎么赔。这后母也太狠了，为了银子把姑娘给卖出去。这王员外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要娶呀？这姑娘命苦喽。谁收钱谁负责。你拿了王员外的聘礼，那要嫁你自己嫁喽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片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今天非要找到人不可。再闹我可就报官了。你们给我等着。刘掌柜，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嫁人。你这丫头跟我们瞎客气啥呢？我后母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还会再来的。您能不能不要赶我走啊？放心吧，只要我这铺子开着一天，就有你一天容身之所，绝对不会让你被迫嫁人的。就是，别担心嘛，就算刘记倒闭了，你还能跟我一起酿酒。你这乌鸦嘴！放心吧，还有我们呢。哎，巧云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这么着急？掌柜，我爹给我送信来了，他说他在外面受伤，现在好不容易才回来，在家躺着呢，我得去看他。可是你后母前脚想着把你绑去嫁人，这信后脚就送过来了，是真的吗？不管真假，我都得去看看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行，你去吧，我让白桃今晚去找你。好。白姑娘倒是随性啊，竟然穿成这样就来我的酒店做客。我倒是想换身干净衣服再过来，奈何王老板请人的做客方式太霸气了，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给摘星楼、麦田酒楼那些破地方供酒，搞得我恒星生意难做。今天这笔账也该算算了。王老板此言差矣，您的酒楼是金字招牌，我们区区几坛米酒能影响您什么生意啊？少他妈给我装糊涂！今天我要你的酒，以后只能给我恒星供，价格按照我定的算，每坛酒5000银子。王老板，您这是买酒还是抢酒呢？我逛给别的酒楼都是1两银子一坛酒，您这砍价砍的……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能给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敢跟我谈条件？您这饭我吃不下，您另请高明吧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了。哼，早就想活动活动筋骨了。糖糖，爹来救你了！哎，我们来救你了！我们来救你了！这大晚上的，你们咋来了？听小云说，你好像被绑架了。不是好像，糖糖的确被绑架了。看这架势，我们好像来晚了。啊！老实点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，糖糖也不用咱们救啊，这2个都是你揍的。他们先动的手，我以为很厉害，一人一铲都晕了。打得好！这俩前2天还去我酒楼砸场子呢。这老东家垄断这么长时间了，可算有人收拾他了。王老板，是你绑架我女儿，还想对我女儿动手的？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我就是想跟白姑娘好好谈谈生意。谈垄断，谈5000银子一坛酒。太黑了吧！5000银子，打发叫花子呢。上次抢钵钵鸡的方子没抢到，你这次又来抢酒。各位，依我看，咱们就该联名去官府告他强买强卖还绑架。我就不信这天下还没有王法了。就是啊！我错了。这酒钱1两银子，我不垄断。白姑娘，我给你赔罪了，
我给你赔罪了，我给你赔罪了。1两银子，100两，老娘都不卖你这个狗杂种！今日真是麻烦各位了，多谢。改日我请各位吃饭。谢什么谢？我们压根儿没帮上忙。团子该醒了，我们回家吧。